男人嘚儿喝的跟火星蟑螂打招呼，说你起码阿里嘎达库德马斯。谁知火星人压根不鸟他，嗡的一下冲向他媳妇儿，然后咔吧一下掰断了老妹儿的大脖子。男人顿时气急眼了，我要和你决斗！蟑螂人一听，行，你等着啊。于是他二话不说，转身呜两下，直接跑回老巢摇人去了。男人抱着已经咽气的媳妇儿，整个人都懵逼了。等队友赶到后，得知小美被蟑螂人扭断了脖子，没想到蟑螂人竟如此强大，意识到外面太过危险，于是他们紧忙将老妹儿的尸体带回星际飞船，质问负责人，这他妈到底是怎么事儿？巴卡，你不是说让我们来消灭蟑螂吗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金刚扫把币？那是金刚扫把币，就是蟑螂啊！500年前，由于日本资源枯竭，于是他们便往火星上送了一批蟑螂和苔藓，企图利用蟑螂和苔藓来改善火星上的居住环境，然后趁机实现火星移民计划。只是火星虽然被改造的和地球一样，但这些打不死的小强却因为遭受了宇宙射线辐射，直接发生了变异。强哥在火星零下80度的恶劣天气里，开始了爆发性的进化，不仅进化出了像人类一样的体格，还拥有超高的智商和各种异能。当日本政府得知了这个情况后，便立马派生物学博士从社会上搜罗一群敢死队，而这群敢死队无疑不是那种打瞎子骂傻子、扒人小孩裤衩那种丧尽天良、无恶不作的人。当他们得知来火星清除蟑螂，每人能至少获得100万刀的奖励，便立马拍个大腿，直接报名加入火星扫蟑螂的计划。殊不知，博士早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他们体内植入了昆虫的基因，因为蟑螂人的速度之快，力量太强，他们只有融合了昆虫基因，激发各自异能，才有能力跟这些蟑螂人掰手腕的。王浩尔舰长通过脑电波传送，把每个人的异能信息发了出来，而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竭尽全力消灭强哥。然而就在几人正在商讨作战计划时，海盗三子离队，直接冲到了飞船外面，准备来会一会火星地表最强蟑螂哥。于是他掏出了一针火星剂，照着这里大脖口吃囔了一针，瞬间就融合了基因，把自己变成双腿健硕的步行虫。紧接着海盗照着蟑螂人是抓一刀，抓是疯狂地猛踹，然后他趁着蟑螂人没反应过来，照着蟑螂人射出了斯派修姆光线。就在他以为蟑螂人会像小怪兽一样当场嗝屁，蟑螂人一招黑虎掏心，直接把海盗掏了个透心凉，心飞扬。紧接着蟑螂人哭哧一下跳起10米来高，嘚一下爬到了飞船的观察口上。船里的人一看，顿时吓得他妈哑麻呆住了，眼看着蟑螂人搁那哐哧疯狂砸玻璃。舰长取出基因活性剂，照着自己大脖梗噗呲就来一针，而 biu 枪里的活性剂瞬间就直接诱发了他体内的昆虫基因，把它变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子弹一样。紧接着舰长就锁死了闯进飞船里的蟑螂人，呼哧一炮子直接把闯入飞船里的蟑螂人干趴下了。发现基因被改造后竟然拥有如此彪悍的力量，他们全都惊嘚了。可偏偏日本的星际飞船检测到有大批蟑螂人已经来袭，而飞船的指挥系统突然发生了故障，导致整个飞船都不能起飞了。巴嘎罗，一旦跟异化的蟑螂人正面硬刚，那我们所有人全部都死了的。比如说舰长立刻让船员兵分2路，其中已经变身的船员留下来跟他一起断后，而未变身的快马加鞭去寻找10年前遗留在火星上的飞船1号。随着飞船的肛门滋干一下被船员打开，几人顿时就发现蟑螂人已经把飞船围个水泄不通。小黑立刻给自己囊了一针活性剂，在变身之后整个浪趴在装甲车顶上，然后鼓足了大嘴巴子，发动异能，噗的一下朝车后腚吐出了长达20米的火焰。装甲车有了小黑的火焰加速助力，随即就以每小时986千米的神速冲出了蟑螂人的包围圈，快速朝1号飞船的降落地驶去。阿里嘎多，我们成功了！就在几个人嘚儿喝的庆祝他们冲出了蟑螂人的包围圈时，20千米开外的荒漠上突然出现了蟑螂潮，遮天蔽日，跟他们蝗虫过境似的直逼面门。船员开着装甲车不得不正面硬刚，然而在小黑堪比火箭的嘴炮加持下，装甲车无力些冲出了蟑螂人的浪潮。船员们刚要喘口气儿，紧接着第二波更狂更浪的蟑螂人再次朝他们来袭。这时小黑已经是弹尽粮绝，无法再继续抵御蟑螂人的第二波攻击，于是擅长防御的2名爱将唰变身成了昆虫形态，架起盾牌守在装甲车里，共同抵御第二波的攻击。谁知蟑螂人的冲击力劲儿太大，就在船员成功突围的瞬间，装甲车凌空翻转360度彻底失控，2个小爱将和小黑一块整个浪被甩下了装甲车，而车里面的队员全都撞迷瞪的。随着装甲车恢复了平稳状态，便立刻启动了自动驾驶模式，飞速驶向了1号飞船，压根就没寻思着地上还落了仨大活人呢。紧接着蟑螂人直接朝第3人围了过来，直接将其揍得当场嗝屁。此时装甲车里的船员已经成功抵达了1号营地，就在他们以为自己能够飞离火星回到地球的时候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当飞船里的3人听到枪声，立马出来查看到底怎么事儿，随即就看到一个蟑螂人手持 biu 枪直接包围了他们，于是栓子赶忙给自己注射了活性剂，谁知蟑螂人二话不说，照他脑瓜朗噗就是一枪，而栓子一个灵活转身躲过了直逼面门的子弹，他的队友则赶忙一起注射活性剂变身，照着面前的火星蟑螂人咣就是2脚。在另一个队友化身螳螂将的援助下，半个点不到，3人就解决了面前的蟑螂人，然后3人紧接着就看到原本发生故障的2号飞船，此时却轰隆隆的在点火起飞。3人这才意识到飞船压根就没有故障，他们这是中了生物学博士的调虎离山之计，而博士的真正目的是把几个人当作与昆虫基因相融合的模具，利用他们的力量来获取火星蟑螂人的基因，然后制造出强大的蟑螂军团，称霸全球。此时博士已经采集了2枚蟑螂卵，将其放进飞船，准备带回地球进行研究。然而就在飞船即将开始星际跳跃的瞬
瞬间，蟑螂人的基因卵突然开裂，两个被人类干扰过基因的蟑螂强哥强弟就此诞生。博士见状，紧忙命人控制这俩刚出生的蟑螂人，但他们低估了蟑螂人的能力，即使是刚出生的蟑螂人，一炮子就将博士的手下干嗝屁了。然而此时飞船已经起飞，强哥察觉到危险，赶忙向地面的族人发起求救。当强哥的族人收到求救信号，立马都扑了这小翅膀，唰唰唰全飞到飞船的顶上，密密麻麻的蟑螂人直接把飞船的发动机干报废了。飞船随即整个浪的从空中坠落，朝着栓子仨人便咵哧咵哧急速坠去。此时，大量的蟑螂人已经将三人给团团围住，三人赶忙给自己囊上一针活性剂，全部变成昆虫人，与蟑螂人决一死战。然而，蟑螂人却在强哥强弟的指挥下跟三人展开车轮战，却不曾想这仨人是越打越强，越打越强。蟑螂人根本进不了丝儿，强弟一瞅，滚吧，我自己来！一招空手接白刃，直接截断了螳螂将的攻击，然后生拉硬拽，拽到了他的螳螂臂，咵嚓一刀削断了螳螂将的大脖梗子。栓子的队友一看，赶忙又囊上了一身活性剂，直接再次变身，变成了个强弟一样的全昆虫形态。虽然队友的攻击力得到了迅速提升，可这个攻击力却是以生命力为代价，而且仅仅只维持5分钟。就在队友拼尽全力弄死强弟后，整个人就丧失了战斗力。强哥一看，便立马朝俩人冲过来，准备为弟弟报仇雪恨。就在强哥抡圆了拳头准备砸向栓子时，突然就整个浪的愣在原地。原来是之前被蟑螂人扭断脖子的老妹儿重生了。此时他体内被注射了飞蛾的活性剂，飞蛾活性剂看似能够获得重生，但生命力却极其短暂。只见老妹儿扑棱的老翅膀子稀稀疏疏朝底下撒向大量的粉尘。栓子见状，立刻明白老妹儿这是要利用粉尘爆炸的原理炸死这帮瘪犊子。然而蟑螂人却对此毫不知情，手持突突枪朝着空中的蝴蝶酱疯狂，子弹瞬间引燃了空中的粉尘，轰的一下炸了个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而队友则趁机带着栓子飞到了半空，躲过了爆炸的冲击波。但是队友却因为注射了大量的活性剂，被破坏了所有的生命力。随着队友当场嗝屁，栓子将队友的尸体带上飞船，然后乘坐飞船上的逃生舱，噗嗤一下弹射起飞，朝着地球噗飞去。强哥看着脑瓜顶上的飞船，你们给我等着啊！你把我辐射出来了，我他妈早晚回去霍霍你！呸！